今天是2022年3月10日，天干地支是壬寅、癸卯、壬戌、丙午。天干人被癸水隔开，预示着世界格局即将发生变化和升级。从今天开始，或者说今天是这个变化和升级的起点。地支卯戌相合，合化出火，预示着双方更大的对抗和轰炸就要开始了。更猛烈的炸弹和更大的火焰将投向乌克兰，更多的东西被燃烧。卯月火当令，合化的火在被助燃，大火从天上燃烧到地面。火的内容除了火本身以外，还有火山、火药、易燃易爆物品和燃烧等，也包括雷电、法律和情报。在现代科技里，火代表各种电子科技、网络、发动机和文件等。火生土使得生命的种子得以发芽，但是火太旺也会把生命的种子烧毁，所以大火也预示着残酷的战争。战争中使用的所有弹药，其主要杀伤的动能，都来自于火药。火药就是火。最近，全世界几乎都被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吸引了。其中最耐人寻味的现象之一就是那些停在原地一动不动的俄军一字长蛇坦克车阵。整条长蛇阵长达60到70英里，从开战不久就停止在那条路上，停在那个区域，直到今天仍然没有移动。如同小花鹿躺在旷野，随时都有被路边的豺狼虎豹轻易猎杀的可能。在现代高科技时代，这个状态如同自杀。如果美国航空力量直接介入，最多只需6个小时，就可将这些坦克和车辆全部摧毁。是俄罗斯军队疯了，还是另有原因？针对这个现象，世间有许多猜测。主流媒体和军事专家们认为是燃料缺乏的缘故造成的，因为俄罗斯军队只预备了4天的补给。但这个说法应该不是全部原因，因为作为世界第3大军事强国，这样简单的错误应该不会犯。即便犯了错误，也有很好的应急措施可以补救。毕竟，没有 B 计划的计划，就如同3岁孩童那样幼稚可笑。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坦克和各式火力大军就这样停顿在众目睽睽的野外马路上任人宰割呢？与以往一样，我们可以用五行关系来测算一下，看看是否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找出真实的缘由来。与之前一样，常年执掌俄罗斯大权的普廷是应该第一个被提出来的测算标靶。从 Google 上得到的普廷生日是1952年10月7日，时辰不详。经过对他过去历史的了解，我们可以推算出普廷应该出生在子时。这样的话，普廷的八字就是壬辰、己酉、丙戌、
戊子，这是一个至死地而后生的命格。简单的说，这样的命格遇到金、土和水吉利。反之，遇火和木就是倒霉，也就是凶。今年的流年是壬寅，水木相生，普廷遇到了凶。今天是3月6日，月令刚刚走到癸卯，水木相生，又是凶。之前的月令是壬寅，依然是水木相生，还是凶。凶并不代表就是祸害，它只是吉凶状态的大概趋势而已。也就是说，从2月的中国年之后到现在，五行对于普廷的命格来说，全部都处于凶相，就是不吉利的状态。它一切的凶都来自火和木，较之一般命格，凶状态的伤害性一般。加之其他因素的调和，这种一般性的伤害有机会得以缓解。但是至死地而后生格却不一样，这种格局通常都很敏感，任何一个不利因素侵入都会产生较大动荡，甚至容易导致事态的吉凶颠倒，两极分化，进入偏激境地。同样，至死地而后生格的人，生活中通常也很敏感，上下左右的变化程度和速度差别巨大。如果再遇到本人是个跳跃性和快速性思维的人，这就会导致周围人很难与之相处，时间不长就离他而去。如果他是一个平民，无非就是经常社交、经常换朋友而已。但如果他是个君王，就会出现下属因无力跟随，又不愿失去职位，而选择阿谀奉承的举动。这些错误的举动会导致本来就骄傲异常的至死地而后生格人更加自满和自信。错误的举动必定产生错误的信息。错误的信息加上过于自满和自信的错误认知，就很容易导致至死地而后生格人做出错误的决定和错误的信念。这些错误的决定一旦遇上不利于自己的五行时刻到来，灾祸就会立即产生，导致其毁于一旦。现在我们就明了并可以得出结论了。普廷的一字长蛇阵不动的原因，不仅仅来自于能源，也就是燃料，还来自于各种电子通讯的毁坏与混乱，来自于多项或者专项电子相关器材的毁坏与接触不良，以及燃料的缺乏和电子通讯、电子器材的毁坏和混乱。这些综合因素就使得战车无法有效地行动，甚至发动机都无法启动。除了以上的原因，造成一字长蛇阵不动的原因，还有来自普廷和俄罗斯军队对敌情的无法掌握，对战场管理的束手无策，以及对自我任务混乱和不明确的窘态。当然，这也还包括俄罗斯政府内部截然不同的派别和意见过于不统一的现象。综合以上的原因，俄罗斯只能被迫让这些部队原地待命，等候上级重新安排和指示。
火就是普廷的大忌，也就是说，战争这个行为是普廷的大忌。普廷也许适合做别的行动，但只要他计划打仗，就注定会失败。仗打得越多，越激烈，火就越多，普廷的运势就越差，失败的程度也变得越大。只看重目的而过于粗糙和简洁快速的思维方式与计划，是无法完成大兵团作战的。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失都会导致一系列的失败。普廷的个人条件只适合策划其个人行动和小规模快速偷袭行动，而绝不适合做这样大规模的兵团行动。一字长蛇阵只是战争中的一个现象。世界上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不会是偶然和独立发生存在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整个事情中的一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不可能被越过和错过，所以才有了人们常说的一粒米见乾坤，一滴水84000重的说法。所以，一字长蛇阵的现象说明了这次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整个军事行动都存在着同样的错误。总结起来就是情报误判、计划错乱、后勤燃料补给断裂、高科技电子技术存在代差、战场管理幼稚无能。所有这些因素在五行理论中都是木和火。火是普廷的大忌，也是这场战争得胜的大忌和失败的缘由。阳历6月的第一个礼拜是火的开始，也是普廷神风最后结束的开始。俄乌之战中的俄罗斯方在战争中是个瞎子，在被美国和西方支持的乌克兰火眼金睛面前，就像一个错误百出的倔强孩子，使劲地踢打叫骂。俄乌之战开始的第3天，俄罗斯就进入了被动的状态。俄乌之战的结局基本上完全由俄罗斯的敌人，也就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和乌克兰掌握与决定。打多久，打到什么程度，牺牲谁，保护谁等，都由不得俄罗斯的意愿了。但是普廷毕竟是个野路神，他完了，灭他的那个人也无法独活。只是正义会永存。